大家好，我是 Anthony。这期视频我们来讨论大一统对中国而言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为什么中国的健康码迟迟不能实现互认？在2022年6月，我曾经写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后来遭到删除。今天发这期视频，并非是对那篇文章的重复，因为在这半年里，我走访了许多欧洲国家，对这个问题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看法。回到主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宣传体系一直宣传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大一统传统的国家。许多中国人都对中国很早就实现大一统的历史感到骄傲。以人教版教科书为例，中学历史教材在设计古代史时，一直将国家统一作为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最高维度，例如着重强调秦始皇、汉武帝等一系列帝王在大一统方面的功绩，宣称这种统一对中国的文化交流、经济发展有着各种好处。而中国教科书在评论外国历史时也采用了这种视角，如写到伊斯兰教创立时，说阿拉伯半岛互相仇杀，商务不畅，是因为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写到古希腊时使用了罪而小国这个带有贬义的词语。这种叙事方式其实是暗示中国大一统的优越性，大就是好。这里多说一句，以后我会慢慢讲解中国教科书的叙事逻辑是如何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那么，统一真的能够促进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吗？这里我们举两个典型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19世纪普鲁士主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在当时，德国境内有着大量的邦国，每一个邦国都要征收地方关税，这就使得货物和人员的流动变得极其繁琐。当时主导改革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就说，一个人为了从汉堡到奥地利，为了从柏林到瑞士，就得穿越10来个国家，研究10来个海关相关规定，并缴纳10来次过境税。但凡谁不幸生在有3、4个国家交界的地方，一生都在烦人的税吏和过路费征者之间度过，他的心里不可能会有祖国。在关税同盟建立后，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应运而生，同盟境内实行统一的关税，成员国之间实现自由贸易，普鲁士的货币成为了关税同盟的统一货币，人力、资本等经济要素得以在各国之间流动，使资源配置得到更大的优化，加速了德国的政治统一和崛起。第二个例子就是欧盟。与关税同盟相比，欧盟在一体化的程度要更加深刻。1992年签署的货币联盟条约规定，欧盟内部要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实现统一市场。1995年生效的申根公约规定，各个成员国取消互相之间的边境检查站，持任何一个成员国的有效身份证件或申根签证，均可在成员国境内自由流动。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加入了申根区。1987年欧盟推出的伊拉斯谟计划，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学分和学历互认，欧洲学生前往另一成员国学校进行深造不受任何限制。我们举欧洲的例子是为了与中国做对比。尽管中国是一个单一族群国家，其人口绝大部分为汉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语言，但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在诸多方面的整合程度都要低于语言不同、民族不同的欧洲国家。在人口流动上，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布了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的政策，但实际上直到2000年后，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各种不合理限制才逐渐解除，这甚至比申根公约更晚。比如2003年，中国广州爆发了著名的孙志刚案，当时广州市规定外来务工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如果没有证件，警察有权予以收容。孙志刚是来广州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当日在街头遭到警察盘问，因为携带暂住证被遣送收容站，后遭警察毒打身亡。该事件引发了中国社会对于收容遣返制度的强烈质疑，并导致了该制度废除。实际上，当时警察对非本地户籍人员滥用暴力是常态。孙志刚案引发关注的一大原因是他是一名大学生，而非流浪汉和农民工。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中国高考制度下的各个省份所享有的资源也是极不平均的，不同省份考入同一所大学的难度差别极大。在一些竞争激烈的高考大省，大部分考生甚至难以考到外省。实际上，中国高考在2001年之前采用的是全国统一命题。当时有3名山东考生发现，在同一试卷、同时考试的条件下，北
北京市文科录取分数线普遍要比山东省低100多分，于是他们起诉了教育部，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第2年，中国高考就改成了各省自主命题，北京市单独使用北京卷，这就使得你无法对比。若与欧洲的伊拉斯谟计划对比，中国相当于至今未能实现教育互认。同一国家内各省之间的教育流动性比欧盟的跨国教育流动性还要差。在入籍入户，中国的各种壁垒和限制也比欧盟要更多。欧盟成员国入籍标准各有不同，通常是要求居住一定年限，还要通过该国的语言考试。例如，卢森堡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入籍要求是在卢森堡住满5年且通过语言考试。卢森堡讲卢森堡语、法语和德语，所以只要通过这3门语言中任何一个就可以。这个标准其实并不算困难。再看中国，中国的中小城市入户门槛比较低，然而由于中国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乡镇之间的各种社会资源都有着巨大的差距，人口流动是单向的，因此评价入户中国大城市的难度更具有实际意义。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城市对普通人，尤其是占人口相当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来说是极不友好的。例如，北京市落户方式主要有人才落户、积分落户、商人落户以及全国劳模办理落户等等。2021年积分落户的申请人数是130111人，而最终通过的仅有6000人。全国劳模办理落户，指的是在北京市被评为劳模、仍为农业户口的外地农民工，可通过该方式落户。这个难度当然不必多说，还有许多方面，这里不再一一列举。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文化中的大一统究竟指的是什么？《公羊书》一书解释：王者受命，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孟子讲道：天下定于一。吕氏春秋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诸子百家的这种对统一的理想，被秦始皇真正实现了。从上述对大一统的解释不难看出来，大一统强调的是政治权力的定于一尊，是最高权力在自己的领土上能够如指必实，不受任何制约和束缚。而要达到这种统一，就必须让社会处于碎片化和原子化的状态，也就是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隔绝。如此，最高统治者才能够分化瓦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势力，实现分而治之。这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也就是每当大一统达到鼎盛时期，民众所享有的自由往往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各种文化和经济交流往往更加受到抑制，而非更加繁荣。大一统时代往往伴随着更加强烈的经济和文化上的专制政策，比如秦始皇下令焚毁了其他国家的史书，收缴民间藏书；汉武帝实行盐铁国营政策，与民争利，如此才能筹集对匈奴发动战争的军费。从流动性来说，2000年来，大多数统治者都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人口，从商鞅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实行连坐，再到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如此。1958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法规，将人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今天许多人对毛时代计划经济的记忆是一切都凭票供应，然而在当时凭票供应制只适用于少数城镇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并不享受配给。由于粮食与粮票挂钩，这导致了3年大饥荒时期逃荒的灾民即使跑到了别的地区，也会因为没有粮票无法获取粮食而饿死。此外，当时的农民除了参加农业劳动外，不能外出打工，如果要外出，必须向上级请假。政府严格限制农民的流动，是为了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才能够稳定地产出粮食，从而服务政府的需要。正如刘少奇所说，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争够，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防疫迟迟无法实现健康码的互认。自2019年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宣传自身在防疫上的制度优势，那就是大一统的举国体制。然而这无法解释为什么从2020年到2022年，尽管中央政府中一直有催促建立全国统一健康码的声音，但直到今天各省之间仍然无法实现互认，不断地层层加码，给民众造成巨大的生活成本。这看起来像是地方政府不听话的表现。其实
这正是大一统体制本身造成的结果。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缺乏真正的自主权，而当中央政府将防疫效果作为最高标准来考核地方官员时，就导致了各级地方官员必须为自己所管辖区域内的疫情负责。如果实现互认，意味着自己也要承认其他地区的健康码，一旦其他地区的核酸检测不准确，就可能造成外来的风险人群进入本地，造成疫情传播，进而危及自己的政治地位。由于中央政府作出奖惩时只看最终的疫情传播地点，未能细化责任的边界和归属，这使得地方官员出于政治理性，只能无休止地限制民众的出行和流动，增大民众的出行困难。当中央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及时调整防疫政策，继续执行铁腕清零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只能跟随中央的脚步，无法探索和尝试新的可能性。这其实是标准的制度劣势，而不是什么制度优势。对比欧盟，2020年疫情的爆发使得部分欧盟国家单方面宣布关闭边境，这对于申根条约是一个冲击。然而这种担忧是各国基于自身的判断做出的，一旦疫情有所放松，就会解除限制。这表明从长远来看，基于自主和平等的联盟相比大一统体制有着巨大的制度灵活性。关于大一统的话题就说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大家有什么希望我讨论的话题，可以发布在评论区里。最后，谢谢大家的转发和订阅。